等江时院那个死肥猪顺利嫁给王老爷子冲喜，我和他的娃娃亲就算结束了。到时候呀，我再风风光光娶你过门。讨厌，宇哥哥，人家还没答应嫁给你呢。宋玉，你是我的未婚夫婿，你怎么能跟我的亲妹搞在一起？你明明就知道他从小就喜欢抢我的东西，他总欺负我啊！江时院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，一身肥猪肉连门都能卡住，哪个男人见了你不想吐？半个月前，我也跟江蓉蓉一样纤细，是我爹，他逼着我每天都吃5碗猪油拌饭。姐姐，爹娘也是为了你好啊，这才让你1个月胖了80斤。这王老爷子煞气重，就要找个有福相的人过来冲冲喜。不过好像前些年逛窑子的时候掏空了身体，你这身肥肉可别把人给压死了。江时院，认清现实吧，就你这身肥猪肉和那个老不死的不是正配的。吵什么吵？爹，王老爷都快70岁了，我死也不嫁。我的100两黄金呀！哎呀！这是哪儿啊？我不是刚从部队执行任务回来，正在吃盒饭吗？难道我偏好饭中毒上天堂了？不对，这痛感也太真实了，我这是穿越了。是人是鬼？哼，给我吃！江时院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，你这副又肥又丑的样子，哪个男人看了不想吐？既然我继承了你的身体，你的仇我来报。哼！你不是死了吗？一群畜生，过来呀，过来，我就告诉你们。娘，他有影子，他不是鬼。唉，江时月，你放肆！你没死，装神弄鬼干什么？爽！原来看短剧的时候手伸不进屏幕里的无力感终于解决了。哦耶！你敢打我们，真是烦了你了！老妖婆，巴掌没吃够，再给你一顿拳头大餐。江时月，你敢殴打你继母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还好我的手机商场和我一起穿来了。女婿，娘没事吧？老娘在21世纪都不相信，你还能跑你这儿来嫁给老登？蠢货！得亏老娘留个心眼，在猪油饭里下了春药。你现在把他抓起来，直接送到那个王老爷床上去。我不能让他们得逞。哎呀！哎呀！承让！哎呀！哎呀！太子殿下，叛贼已尽数伏诛，你撑住，属下这就去采草药，为殿下止血。
好帅啊！就你吧。当代刁妇，我当太子，竟被一个肥婆，真是奇耻大辱。这古代男的行不行啊？体力这么差，花瓶。肥妇，若不是本殿无法动弹，定要将你千刀万剐。这病弱美男子看来伤得还不轻呢。您好，这是您刚下单的医药箱，请签收。谢谢啊。救你一命两清了，后会无期，花瓶儿。殿下，身上长条是何物啊？不近女色，传闻绝世的太子殿下，竟然被人给强了。曾有京中贵女，只是碰了一下太子殿下，双手就被砍掉了。哪个大胆的刁妇，竟敢睡了太子殿下？掘地3尺，也要给本殿把那个肥妇找到。本殿要将她碎尸万段。没想到就那一次，就喜提人类幼崽。不过从小在孤儿院长大的我，也算是有亲人了。娘一定将你们好好抚养长大。你这个有娘生没娘养的贱种！上你家给老王爷你不嫁，非要在外面与野男人苟合，怀上贱种！现在好了，不仅害得爹丢尽脸面，还连累了我的名声。你还有脸待在江家？我要是你，我就一头撞死算了。我以为茅房炸了呢，原来是你拉这儿了。哎呦，不管你的名声如何，我此生非你不娶。若你愿意，我们立刻成婚。宋月，咱俩的亲事可是当着太后娘娘的面定下来的。我娘去世没几年，你想娶江柔柔，我不介意给你阉了，让你做人妖。柔柔，我还有事，我过几日再来找你。死肥婆，你坏我好事，我要撕了你的嘴！蒋时月，江有田霸占太后赏赐给我娘的金银财宝，你吃的穿的用的全花的是我娘的钱，说你是乞丐都是客气的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是再敢嘴巴放不干净，我就给你打成猪头！爹，爹救我！爹！住手！逆女，我命令你给我住手！那个脆皮老登还想命令我？爹，我好心劝阻姐姐，姐姐非但不领情，她还打我。要是大娘泉下有知，知道姐姐现在如此粗鄙不堪，还不检点，她在地下也不安心呢。哟，不当绿茶改行当圣母了，我是不是还得盖座庙给你供起来呀？蒋时月，你这个不知廉耻的死肥婆，你给我离柔儿远一点！老妖婆，从前我喊你一声娘，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儿啊！真逆女，以前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如今这眼神哪还有半分懦弱呀？爹，从小你和我娘都不舍得打我，姐姐她对我又打又骂的，我不活了。原来你是想死啊！早说呀，我成全你。老爷，他又从哪儿变出来的怪东西？他是不是有妖法呀？不管是什么东西，柔儿小心！
我的子孙代呀！老凤凰男，要不是靠着当年太后赏赐给我娘的财产，就你个文盲还能当上九品芝麻官，还学人家养小三和私生女。就你跟王氏在床上那2分钟发明出的绿茶玩意儿，还不如没有呢。你是要造反呀？有本事你打我噻！滚！给老子马上带着你肚子里的孽种，给我滚出江家，自生自灭！别说了，以后你就和你肚子里的野种去后山自生自灭去。哼！绿茶，走，看看去。我看你是巴掌没挨够，既吃不记打。你别过来，关门！怎么这么硬来呢？哎呀，真是造孽呀！真是，哎呦，你看这，你看这。就是这个肥婆，嚣张跋扈，大逆不道，把亲爹都给打残了。真的？娘，你说太后都是因为江时院的短命娘亲，这才对我们江家都有照拂。这太后万一要是知道江时院早就被我们赶出江家了，会不会怪罪我们呀？放心，那江时院肥如胖猪，还不知检点。就算是太后见到了他，也只会嫌他恶心。娘已经放出了消息，说这江时院卷着咱们江家的一些金银财宝躲到后山里去了。后山最近的野兽和山匪闹得可凶了，不出3日就得传出他的死讯。弟兄们，一会儿都给我擦亮眼，认准了这个肥婆，别被别的寨子的先劫了。啊，好。大哥，画像上的胖娘们儿就在咱寨子附近。什么？哎呀，青山绿水，去父留子的富婆生活，这不就来了吗？就是林子里野兽多了点儿。林子里面的野兽给我听着，如果赶到我面前，小心我手里的 AK-47不长眼啊！老大，难道这胖娘们发现我们了？哼，发现了又咋样？他这叫空城计。兄弟们，一会儿趁机上。还挺好用。都说了，来我面前只能变成一个小肉干儿。哈哈，嘿。老大，不是手里那个黑咕隆咚的东西，会爆炸，会响，果然是土肥羊。可是就连黑熊都死了，咱们行吗？慌什么呀？不就是一个肥娘们吗？弄死！宝贝儿，全是咱们的，上！上呀！打劫！把宝贝儿全部交出来！哎呀，怎么一个林子里偏偏有那么多不长眼的要来找死啊？姑奶奶饶命！姑奶奶饶命！想当年老娘在特种部队的时候，近身格斗可是全优毕业的，就你们这帮娃娃菜还不够我塞牙缝呢。姑奶奶武艺高强，只要您不嫌弃，往后您就是我们旋风寨的老大，只求您带我们吃香的喝辣的。没错，我们在旋风寨旁边给您建个大房子，随便您想住多久就住多久。正愁一个人待在山上无聊。既然兄弟们盛情难却，那我就勉强答应了吧。行，以后我就住这儿。你们要是有什么难处啊，尽管来找我。拜拜。江有江前江花，你们怎么了？我们在做能让娘亲快速变瘦的宝贝，不过实验失败了。哦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娘亲要想变瘦的话，洒洒水啦。难道你们不相信我吗？娘亲，下1个月是外婆的忌日，我们是不是要回江家了呀？不如趁这个机会，娘亲变瘦瘦，让那些大坏蛋看看娘亲有多美。哎呦，
是时候回江家看看我那个渣爹，顺便给你们外婆上炷香。江家二小姐1月后与宋家公子成亲，特来邀请。敢在我娘忌日那天成婚，我把你们打成筛子！宝贝们，娘亲决定1个月瘦到100斤。这古代男的行不行啊？体力这么差，花瓶。废物，整整6年，连一个肥妇都找不到。本殿这柄剑已经等了他6年，恨不能立刻杀他解恨。你呀，找就知道报仇。这堂堂的太子连个太子妃都没有，哀家要着急抱曾皇孙，眼睛都要望穿了。皇祖母，1个月后，哀家恩人的夫家要办婚事，此次出宫，看看恩人的孩子，顺便物色个太子妃。哇塞！尊敬的江小姐您好，接下来就由我们带您锻炼减肥。我勒个刀！怎么连私教都传来了？这日子也是好起来了。江小姐，请。好的。娘亲加油！加油！娘亲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哎，来，往那边。爹，这些都是给我的嫁妆，这不是江时院的短命娘亲留下的吗？哎呀，柔儿，你现在呀是咱们江家的嫡长女，这些东西不给你，难道给那个跟野男人厮混的江时院？本次婚礼，连太后和太子殿下都会亲临观礼。柔柔，你和未来女婿一定要好生表现，咱们江家肯定能就此机会飞黄腾达呀！那个江时院现在肥胖如猪，柔柔，你必然会代替太后对他的喜欢，以后你就是人人称赞的身份高贵的贵女。我已经派人去请他了，我要让太后和太子彻底厌恶这个未婚生子、水性杨花的贱人。我终于偷偷溜出来了。对娘亲不好的外公在哪呢？让钱钱打探消息，让娘亲做好准备。小孩小心！你没事吧？谢谢叔叔救我。娘亲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。帅叔叔，这个叫劳力士手表，可以看时间，送你。我要回家啦。这不是6年前被那个肥妇抢走了蓝纹冰玉吗？殿下，属下刚刚就想说了，这孩子眉眼之间跟你长得好生相像。难道是那个肥妇诞下的我的孩子？不可能，我李家背负绝嗣诅咒，那肥妇怎么可能轻易怀上我的孩子？小姐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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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钱钱怎么啦？娘亲，钱钱去了一趟镇上，
他们都说太后就是那个对您很好的老婆婆，也要去江家婚宴。芊芊，你这个情报可真有用，正好到时候在太后面前揭穿江家人的嘴脸。我还遇见了一个超级帅的叔叔，他要是芊芊的爹爹就好了。小屁孩，年纪不大，还懂得欣赏帅哥呢。江小姐，来，我们继续。好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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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琪加油！杨琪加油！恭喜江小姐瘦身成功！哇！怎么都不认识娘亲了？杨琪瘦下的简直比画本里的仙女还要好看。努力果然有用。宝贝们，明天江家大喜，咱们必须给他们闹个天翻地覆。哒哒哒哒哒哒。哎呀，真不错呀，看真般配，对吧？真好看呀！才女貌，天生一对呀！江有天，哀家恩人的女儿江时苑为何不在场？回太后，江时苑那个孽女肥胖如猪，不知廉耻，6年前与野男人在死人堆里媾和，并生下3个野孩子。为了以正家风，臣已经将她赶出家门了。死人堆，6年前，难道江家的大女儿就是那个肥妇？不可能，哀家的恩人当年品行高洁，清秀娟丽，她的女儿自然不可能堕落至此。说，是不是你们江家觊觎恩人的遗产，联手害死恩人的女儿？太后息怒，臣女已经派人去请姐姐了，姐姐马上就到了。殿下，查清楚了，您今天遇到那孩子的娘亲，就是被赶出家门的江家大小姐江时苑。你说什么？宝贝们，你们先进去。娘亲今天穿的裙子不方便走人，先去换件衣服。你们只管把江家闹个底朝天，记住，有娘亲跟你们兜底。是娘亲。走吧。殿下，千真万确，看来那孩子就是您的。肥妇，算你有点良心，没把本殿的孩子养歪。看在孩子的份上，本殿就在众人面前护你几分，给你留点颜面。大胆江家，竟敢在婚宴上公然行刺太后和太子殿下！冤枉啊，太后！就算借给微臣100个胆子，微臣也不敢呢，太后。难道这3个全都是本殿的孩子？娘亲说了，她让我们给坏小姨的婚礼添喜气。太后，您看，他们3个就是江时苑生的野种。啊，真的生了野种啊！真是大逆不道，野种都是野种。太后，殿下，微臣有个提议，等那江时苑到场之后，就将他们4个人抻堂，以正家风。坏公，你就是心虚，怕我们告诉老婆婆你虐待娘亲。娘亲好可怜呀，老婆婆，你一定要给我娘撑腰呀！好好，这股机灵劲儿，真是有当年哀家恩人的风范。江有天，想不到你这么心狠，张口闭口要将这么可爱的孩子
和自己的亲生女儿陈塘。太后，微臣只是怕惊扰了您，太后您息怒啊！孩子们，别怕，告诉哀家，你们的娘亲在哪儿？娘亲马上就到。老婆婆，就是他们抢了外婆的东西，给坏女人做嫁妆，还把娘亲赶出门。江有天，江柔柔，你们好大的胆，竟然敢觊觎哀家恩人的遗产！太后息怒，臣女是看姐姐肥胖如猪，那些华美的衣服和珠宝，她也穿搭不上，这才借来用用。太后，您不能因为她是您恩人之女，您就如此偏心于她呀！太后，臣将那逆女的遗产，还有您的赏赐，之所以给柔柔，是有原因的。6年前，那逆女竟然用凶器害了臣的子孙代呀，臣这才将她逐出家门啊！太后，胡说，那是因为你这个坏外公把娘亲嫁给一个快死的老头子，娘亲才反抗的。虽然那肥妇罪该万死，但生下的孩子却深得本殿心，有本殿当年的风范，不错。放肆！就算江时月肥胖发福，天家赏给他的东西，你们有几条命敢拿？太后，江时月是臣女的亲姐姐，江家也好为她说亲，我们也是为姐姐的终身大事考虑啊。太后，那江时月光是走路，那爹也得震3震的，如今更是与野男人苟合生子，一定是自觉丢人，不敢来见太后。谁说我肥胖如猪，没脸见人？还敢骂到我3个宝贝的头上？怎么瘦回去了？将时月瘦回来，竟然如此美丽。看来我的皇孙是开窍了。臣女给太后娘娘、太子殿下请安。她是6年前乱葬岗的肥妇，简直判若两人呢。快，几年不见，时苑丫头竟出落得花容月貌，气质非凡，哀家看着都赏心悦目。6年没见，太后娘娘依旧容光焕发，光彩照人。这就是传说中胖如猪的江家大小姐，真是太美了。这清丽飒爽的模样，江家2小姐与她一比，简直不堪入目。哼，她一个荡妇，凭什么比得过我？娘亲，你终于来了！哎，乖宝们。江时月，你明知道今天是我和玉哥哥的大喜之日，你穿成这个样子勾引人，哗众取宠，你就是想故意勾引玉哥哥。你就是想故意勾引玉哥哥。妹妹，你长得这么刻薄，是为了报复社会吗？你说的真是说呀，伶牙俐齿，倒是与京城那些无趣的大小姐不同，甚合本殿口味。哀家看着时苑姑娘，真是越来越喜欢。今天可是柔儿大喜的日子，可不能让这小贱人占尽了风头。哎呀，你还有心思担忧这个？他要是向太后告状，说我们苛待他，江家就完了。必须寻个由头，把这逆女赶走。大胆野妇，竟敢冒充我江家大小姐，不仅毁我女儿的婚礼，还妄图蒙骗太后。对，来人，将这个骗子给老子赶出去。对，只要一口咬定他不是江时远，太后便不会为一个骗子出头。哼，说，
你冒充我江家女儿，究竟有何所图？这天仙寺的美人儿竟是冒充的江家大小姐。血浓于水，这世上哪有亲爹不认亲女儿的道理？看来她真是冒充的。太后明鉴，1个月前家中小厮去给姐姐送请帖时，他还是个将近200斤的胖子，这才短短1个月，怎么会变成现在这副模样？他定是假冒的，这一定是假冒的。早料到这群黑心肝的会来这么一出，怕我向太后告状，干脆不认我是吧？我偏要把你们做的黑心事都昭告天下。将我家花将钱。娘啊！您在天有灵看到了吗？我爹为了霸占您的遗产，连我这个亲生女儿都不认了。他明知今日是您的忌日，却不顾你们10年共患难的情分，在这家中为了万世的私生女大办喜事啊，娘！没天理啊！花季少女惨遭恶毒金木河骗行外公残害，惨遭抛弃啊！爹要拉扯我的3个孩子，在后上我也求生。太后婆婆，你可为我母亲做主啊！以后可不能让这3个小子再搞古京剧了，这代价太夸张了。原来他这6年竟过得如此艰难。这狗东西竟敢欺辱本殿下的女人，属实活得不耐烦了。太可怜了，真的是可怜呀！哎，原来是不敢相认。我为娘亲贴身打造的太上强残人设，好用。江有天，哀家恩人的女儿，你竟敢如此虐待，也不怕惹怒恩人的在天之灵。今天这个婚礼暂停。将这满堂的红绸撤下，换上白帐素稿。哀家要慰藉恩人的在天之灵。不行，今天可是我的大喜之日，怎能换上这种晦气之物？放肆！你是在质疑哀家的决定？太后息怒，蓉儿绝对不是有心的。老爷也是因为太过思念亡妻，纵使姐姐已去10多年，可每每提起姐姐，老爷总是伤心过度，昏厥过去，所以才办这喜事，冲一冲悲伤之情啊！老爷，快来人呐！快来大夫来呀！若父亲当真如此情深，睹物思人，那我这好妹妹头上的凤点头金步摇，身上的云锦霓裳，腕上的羊脂玉镯，样样都是我娘的遗物。方才怎么不见父亲晕倒？你干什么？放开！这是我的！你放开柔儿！就是月。这太子真是人帅心善，不对，看着好像有点眼熟。玉哥哥，你怎么也不帮帮我？娘亲，今日是女儿的大喜之日，若是没了这些嫁妆，嫁去宋府，丢的可是我们江家的脸面啊！哎呀！放肆！只敢戏耍老夫！外公息怒啊！我们看您晕过去了，在救您啊！
信是在庄云吗？你们3个小野种，跟你们的娘一样没有规矩。行了，你们以为石院这孩子没了亲娘庇护，就可以任由你们欺负吗？哼！哀家告诉你们，从今日起，有哀家在，就绝不会让石院受半点委屈。来人！伐江有田，王氏、江柔柔去院里给恩人跪3个时辰，时辰不到，谁都不许起来。放开！太后娘娘，您不能！臣女遵旨。哼！江时月，咱们走着瞧。今日婚宴已经作罢，都散了吧。哎，这叫什么事儿呢？走了，走吧，走吧。太后娘娘，您对石院真是太好了。太子殿下可是身体不适？江大小姐的事情已了，但本殿这儿还有一个疑问：6年前本殿丢失的这块冰玉，为何会出现在江大小姐的孩子身上？莫非那个乱葬岗的肥妇是你？他是6年前乱葬岗里的那个病弱美男，我孩子的爹爹。我这是把当朝太子给……等等，前些年一直追杀我的人。我何时成犯罪分子了？不行，3个孩子还在身上，我不能出事。哎呦，一孕傻3年，我怎么把太子追杀我的事给忘了？看他这副心虚的样子，看来是终于想起本殿了。也罢，念在他替本殿养大了3个孩子，本殿便不计前嫌，带他们母子回宫吧。这些年在山上也没留意过京城的动静，他不会记恨到现在吧？我还有3个可爱的崽要养啊！太子殿下，您问这个是想……当初那个肥妇口出狂言，胆敢说本殿不行，本殿自然要带她回宫，让她哭着求饶。本殿自然要带她回宫，让她哭着求饶。本殿甚少和女子交谈，也不知这姑娘家都爱听什么。不过话说的这么明显，她应该懂本殿的意思吧？完了，连我当初随口吐槽的话都记得，还想让我回京城，千万不能承认我就是他要找的那个肥妇，要不我先找机会干掉他。不行，那毕竟是孩子的爹，孩子们将来万一知道真相，我怎么向他们交代呀？哎呀，不行！江大小姐，有了，惹不起，我躲得起。这个冰玉嘛，它应该是我家孩子捡的。小孩子嘛，他就喜欢那种不灵不灵的东西。太后娘娘，太子殿下，这个事情也已经办完了，天色也不早了，那我就先带3个孩子走了。只要留回深山里苟住，就算他是太子，也别想逮住我。告辞。娘亲，这位帅叔叔和老婆婆帮助了我们可不可以请他们回我们的家玩啊？叔叔是太子殿下，公务繁忙，没有时间陪你们闹。而且我们家住山里，太后娘娘和太子殿下金尊玉贵，住不惯的。他一个人能将3个孩子养得如此机灵可爱，本殿也想看看这些年他和孩子们是如何生活的。巧了，本殿今日正好想去山里散散心。既然千秀小姐盛情相邀，
那就走吧。既然江前小小姐盛情相邀，那就走吧。这臭小子，平日里见了女人恨不得离108000里，这回怎么主动要跟石院丫头去山里？哀家也是年纪大了，就不跟着你们折腾了。况且皇帝的万寿节也快到了，哀家要先回去准备准备。皇祖母放心，孙儿定会在父皇寿诞之前将一切事宜处理妥当，赶回宫中。得赶紧找个理由把他赶走，要不干脆把他迷晕丢下山，我再带孩子们换个山。太子殿下，您随便坐，我去给您倒杯水。何谓妖术？竟将人影缩进这方寸盒中？这叫电视机，里面的人都是假的。本殿的孩子就是聪慧，这份见识，这份淡定，必然是随了我了。这肥妇倒是藏了不少稀奇古怪的东西。等本殿带他们回东宫，便让江左间的工匠将这里全都给本殿原样复制一套，免得他和孩子们换了环境就不习惯。帅叔叔，要不要和我们一起打游戏呀？按这里，按这里，加油啊！加油，加油！可恶，本殿怎么能输给小孩？再来。孩子们有爹爹陪伴，好像也不错。反正他也只是怀疑6年前的肥妇是我，只要没证据，他不会拿我怎么样。不如让他留下来陪陪孩子吧。娘亲，我们饿了，想吃炸猪排。知道了，等着吧。帅叔叔总看娘亲，按照我看偶像剧的经验，他一定是爱上娘亲了。江小姐，身后这柜子又是何物？冰箱。这男人在江石渊面前竟然袒胸露乳，毫不避讳。这些登徒子是谁？什么登徒子？他是我和孩子们的好朋友，是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人。要是没有他们，就没有现在的我。没有他的魔鬼训练，我现在还是个200斤的胖子。殿下，把照片还给我。很重要的人。这叫照片的东西，孩子们看起来跟他们十分亲密。难道这3个孩子根本不是本殿的，而是这个男人？不可能！哎呀，哎呀，殿下那么激动干什么？他在心疼，如此在意这个男人。看来本殿仅仅凭这一块玉佩就认定他是6年前那个肥妇，确实太过武断了。若真如此，本殿理应高兴，为何会有些失落？既然不能确定他的身份，本殿再留在这里只会坏了他的名声。明日清早便离开吧。帅叔叔怎么了？脸都白了。是不是我们这里的山路太难走了，把他累坏了？娘亲说过，累的时候泡热水澡最舒服啦。帅叔叔，你快跟我们来。
帅叔叔，你等着，这些都是好东西。娘亲说泡了对身体特别好，你一定会喜欢的。这般可爱的孩子，可惜不是本店的。帅叔叔，现在你可以进去了，保证你泡完澡什么烦恼都没有了。为何浑身燥热难耐？宝贝们，吃饭啦！哎，你们那个帅叔叔嘞？帅叔叔累坏了，我们带他去泡澡了。我们还把娘亲的那些名贵补药全给他放进去啦。我的老天奶呀！这些都是山寨兄弟们在黑心窝点缴获来的春药，我还没来得及销毁，那可是当朝太子，要是在我这出了事，就是掉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哎呦！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孩子们不懂事，他们……这身材比6年前还好。开什么玩笑！6年前睡了他一次，这男人就记恨到现在。这要是再来一次，他不得立刻帮我刀了？不行，绝对不行！本店竟然对他做了那种事，但6年前那个胆大包天的女人绝不会拒绝本店，看来真的不是她。对不起，叔叔。好了，去吧，去吧。太子殿下，都怪孩子们不懂事。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当成补药。闭嘴！今日这事就当没发生过。哎呀，完了，他这是生气了。殿下，这个天色这么晚了，你的药才刚解，身体还……但你不是本店要找的人，那本店便不便打扰了。先告辞了。走了也好，省得我提心吊胆的。当家的，后山发现一群野猪，要不要猎几只回来给3个娃补补身体？你们是何人，竟敢擅闯此地？哪来的娘们儿，竟敢擅闯我们旋风寨？我们当家的呢？那个胖……不，那个威武雄壮的当家去哪儿了？糟了，还没告诉他们，我已经变瘦了。我就是。他竟是这群土匪的头子。不可能，就凭你这身子骨，跟我们当家的比？老三，把6年前特意为我们当家画的打劫专用画拿出来给他们看看。
你们好好看看，这才是我们威武雄壮、胆大包天的大当家。来，看什么看？这画上到底是什么，让他如此紧张？嘘什么？我看你就是想冒充我们大当家的。土匪叔叔，她真的是我娘亲啊！大当家的，你怎么一下子瘦成这样了？完了，他不会看见画像，认出我是当年那个女人了吧？哎，行了，不是说要去打猎吗？再磨叽，连猪都下崽了。走。简直胡闹！野猪凶悍，岂是你说打就打的？万一你受伤了，孩子们怎么办？殿下，我有打猎神器。就这一个黑杆子，能有多厉害？殿下要是不信的话，可以跟我比试一下，看看今天谁能打到猎。哼！父皇龙体一入冬日便一染风寒，畏寒体虚，这山中必有猛虎，不知道顺道猎一张虎皮，制成披肩献给父亲，与他同行倒也方便。好，若你赢了本殿下，本殿许你一个愿望。哼！但若是本殿赢了，我先说明啊，我可是当娘的人，不能以身相许。若本殿是那种色欲熏心之人，方才沐浴时，你可逃不掉。但若本殿赢了，你必须如实回答我2个问题：江时月，当年乱葬岗上那个肥妇，到底是不是你？虽然立下了赌约，但这女人根本不知道野猪的厉害。今日有本殿在此，断不会让她出半点差错。李成景，受死吧！躲我身后。太子殿下，狩猎正式开始。看好了，这一枪会很帅。这黑杆子是何物？当真是这东西打中了他们？这叫狙击枪，只要在射程范围内，就算在千里之外取人性命也是小意思。有意思，这枪能否让本殿一试？本殿唐突了。还好，要是让他想起来我就是那个肥妇，恐怕现在就要一枪把我崩了吧。小心！大白天的，太子殿下往哪儿看呢？抱歉，这刺客身手不凡，恐怕是我那位好三弟派来的。不，他既然敢在这里动手，那便少不了对寨子里的孩子动手。我们快回去。太子殿下都有孩子了。江时月那个贱人搅黄了我们的婚事，我一定要出了这口恶气。江时院有太子和太后护着，你去了能做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李成景身边不仅有个身手了得的女人，还有3个孩子。属下也不确定那个孩子是不是太子殿下的。我李氏皇族100年来子嗣艰难，父皇后宫3000佳丽也只出了我和李成景2人。他李成景怎么会有孩子？还这3个！去把这3个孩子给我解决了，我绝对不允许李成景坐稳储君之位。若儿，江时院有太子护着，我们动不了他。
不代表三皇子不行。只要我们投靠三皇子，除掉江石院，易如反掌。好啦，宝贝们，娘亲带你们一起上床睡觉吧。娘亲，我们今天要和帅叔叔一起睡觉觉。一起睡？那，先把这个睡衣穿上。这可是防弹衣，现在刺客不停出现，必须给你上点保险。殿下也失眠了。江石院，你有心事？我能有什么心事？快睡吧。计划开始，我们把被子拿走，这样娘亲和帅叔叔冷的时候就可以抱在一起取暖了。你肩膀上什么印记？听不懂。李成景，我没事，皇室中人都会备着一块护心镜，以防万一。就凭这些杂碎，还想取本殿的性命？敢动我孩子的爹，先问老娘答不答应。他娘的！敢动我们大当家的兄弟们，给我砍！杀！三殿下，我等愿为您排忧解难，只希望您日后能惦记着江宋两家的好。宋玉，你那点府兵还不够给本殿下看家护院的，不必劳烦你们这群废物，我的人自会解决。殿下，我们失败了。太子身边那女人能凭空喷出天雷烈火，兄弟们一眨眼就全没了。好一个天雷烈火！难道本殿要眼睁睁看着他李成景坐稳太子之位吗？若那3个孩子真是他的，那本殿哪还有机会争夺皇位？殿下息怒，小女子斗胆猜测，太子殿下身边那个女子，就是我的亲姐姐江时苑。殿下，要是姐姐她碍了您的大事，那我们定会为您除掉她和那3个孩子。好，那本殿就给你们一个飞黄腾达的机会。半个月后，父皇的寿宴上，本殿不想看见李成景和那3个孽种。大当家的，你的身手不减当年，也太带劲了。都别掉以轻心，这帮刺客来路不简单。从今天起，把山寨的戒备提到最高，任何生面孔都不许放进来。是，大当家的。石苑，今日之事是我连累了你，我不能再让你和孩子们陷入险境。我不该留下来的。嗨，我江时苑能从枪林弹雨中活到现在，靠的就是这不凡的身手和胆识。这种程度都是小场面，你不必自责了。不过你真的要走吗？
帅叔叔，别走，我和娘亲都喜欢你，舍不得你走。帅叔叔，你不要走，我们不想让你走。娘亲，你们结婚，让帅叔叔当我们的爹爹，好不好？娘亲，帅叔叔，你们说好不好呀？有钱花虽然不是本店亲生，本店也会视如己出。只是他这般无拘无束的性子，真的愿意跟我回到宫里的四方天地吗？童言无忌，童言无忌。既然今天太子殿下要走，那我们今天晚上必须为太子殿下办个饯行宴。饯行宴，饯行宴，好，开宴！来，满上，哎，到上，来。娘亲，你们结婚，让帅叔叔做我们的爹爹，好不好？我这样瞒着李承景，也瞒着孩子们，是不是做错了？来，兄弟们，让我们一起敬太子爷一碗。你看怎么回事？这山寨的饮食制作和采买，每一道关口都有专人严加把控，怎么会有毒？只怕这毒是针对我来的。李景阳，你竟敢妄图伤害我的身边人！只怕没有证据，他会反咬你一口，说你构陷皇子。寨子里大概是出了内鬼，石院，我们一起把内鬼揪出来，拿到指认他的铁证。走，跪下！太子殿下，今天厨房采买的酒就是这小子负责的，别人都没碰过。说，受谁的指使？若有虚言，我便立刻砍下你的头。我说，若有虚言，我便立刻砍下你的头。我说，是一对蒙面的男女，他们让我把毒下进酒里，还说事成之后让我学三声布谷鸟的叫声，他们就给我一大笔封口费。太子爷，饶命啊！把他嘴堵上，锁到柴房里。是。太子殿下，明天这场戏恐怕要委屈你亲自上场当一回鱼饵了。事情办妥了吗？李承景和江诗渊那个贱人是不是都当场毙命了？要是药量不够，我这儿还有。竟是你们！太子殿下，谁跟你们的狗胆，敢谋害皇子？说，是谁指使你们的？很好，本殿这就成全你们的忠心，送你们下去。是三皇子，都是他诱惑我们，我们才鬼迷心窍的呀！太子殿下饶命啊！果然是他。近些年，本殿几次容忍他，可他手段竟越来越下流。江时渊，这两个人曾经犯贱，背叛过你，你想怎么处置才解气？好妹妹，好前任，你们说我该怎么处置你们呢？时渊，我们三个人从小一块长大，你不能眼睁睁看着我们去死吧？我巴不得你们立刻就去死。不过嘛，这两个蠢货是指证三皇子意图谋害楚军的绝佳人选，现在杀了他们，岂不是便宜李景阳？好，来人，把他们押下去，严加看管。是。娘亲，那个太子叔叔真的好帅啊，芊芊好喜欢他。他今天看坏人的表情超酷的。娘亲，能不能让帅叔叔当我们的压寨爹爹？帅叔叔是太子殿下，是未来的皇帝，我们这里只是一个小小的山寨，怎么可能留得住他？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
我到底要不要告诉孩子们，李成景就是他们的爹爹？乖宝们，娘亲有件天大的事情要告诉你们。其实太子殿下是你们的。一旦说出孩子们的身份，他们就再也不能像寻常孩童一样无忧无虑的生活了。哎，算了。娘亲，你说太子叔叔是我们的什么？他是我们的救命恩人。好了，天大的事就是你们得赶紧睡觉。我这是在期待什么？快睡吧。饭桶，全都是饭桶！宋玉到现在都联系不上，八成折在那个贱人手里了。看来还得本皇子亲自出马。父皇寿辰将近，我进山一趟，猎些奇珍异兽做寿礼。枪会用吗？别把自己给崩了。山里危险，早去早回。你要快点回来哟，钱钱给你留好吃的，不要被大老虎吃掉哟。太子叔叔，一路顺风。放心，我很快回来。好了，我们也该回寨子了，走吧。感谢三皇子殿下救命之恩，我二人不慎着了江时月和太子的道。两个蠢货！要不是你们让本殿知道那3个小崽子极有可能是李成景的骨肉，本殿早让你们人头落地了，还不快滚！带上人回府。你们怎么出来的？时月和孩子们呢？太子殿下，您现在抓我们可没用，您的心上人还有亲骨肉，早就被三皇子给一锅端了。你说什么？亲骨肉？太子殿下还不知道啊，江时月6年前怀的就是你的种。启禀太后，现已查明，山寨中那3名孩童的确是太子血脉，他们如今被三皇子擒获，关在府中，安危难料。果真是哀家的曾皇孙，多亏哀家看那3个孩子长得和成景一模一样，放心不下，派人去查证。否则的话，哀家的曾皇孙不就要流落民间了吗？李景阳，你竟敢谋害皇孙！备驾！哀家要去三皇子府接回时月和孩子们。是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叔叔别走！时月，孩子们，他们有危险！走，我中了软禁伞。李景阳，你有什么就冲我来，欺负3个孩子算什么本事？江姑娘，本殿再给你个机会，若你还是不肯帮本殿对付李成景，本殿便把这3个小崽子卖到南疆的斗兽场去。你说他们能活几年呀？你要是敢动他们一根头发，我要你下地狱！性子盗猎，我喜欢。等我登基为帝，赏你一个贵妃当当。我呸！阴沟里的老鼠，你连李成景一根手指都比不上，也配让老娘跟你？贱人！
要脸！你就带着你的3个野孩子在这儿等死吧！李景阳，混账！你要是敢对他们动手，我和李承景绝对不会放过你！我看谁敢动他们！他竟这么快就来了，不行，本帝不能死在他手里。皇兄，这么大的阵仗闯进我府里作甚？难不成是为了这位土匪头子？你堂堂太子与这等低贱匪类厮混，传出去，皇家的颜面何在？3弟我可都是为你着想啊！少废话！你明知道他们就是本殿的妻儿，他都知道了。杨亲，帅叔叔真是我们的爹爹吗？原来是皇兄的亲骨肉啊！那便是一家人啊，都是误会。皇兄，还不快把剑拿开啊！你我可是亲兄弟，你这还没坐上皇位，就想是杀手族了吗？3皇子这倒打一耙的功夫，当真是炉火纯青。本殿杀了你又如何？别忘了，过2日便是父皇的寿宴。父皇只有你我2个儿子，想杀我也得问问父皇同不同意。念在父皇的面子上，本殿最后一次手下留情。今天我只废你1只手，至于你的命，留着让父皇自己来定夺。太后娘娘驾到！诗月，你怎么样了？没事，就是中了软筋散。你知道我发现你们被抓后有多害怕吗？万一你们出事，我该怎么办？你不怪我瞒着你，不让孩子们认你的事吗？我更怪自己没保护好你们。这是我在山寨门口捡到的。那好，以后一定收好了，别让我担心。孩子们没事吧？你们一定吓坏了吧？娘亲，我们没事，我们的胆子才没有那么小呢。李景阳，你竟敢谋害皇孙，你可知罪？皇祖母，孙儿知错了。皇祖母，孙儿知错了。知错？你若真心知错，就应该明白什么叫兄弟。你父皇春秋鼎盛，这江山还轮不到你们来争。若不收敛，你父皇也不是分不清是非黑白，到时定会将你贬为庶人。孙儿谨记皇祖母教诲。沈苑丫头，好孩子们，你们受苦了，跟哀家回宫。哀家要找个太医给你们看看。是。走。老不死的李承景、江时月，你们等着，总有一天，本殿要让你们所有人都跪在我的脚下，摇尾乞求。娘亲，原来皇宫这么漂亮。还行吧。把哀家给孩子们预备的京城最繁华的那3道街的商铺地契拿来。
太子妃容色艳丽，随便打扮都好看。一会儿皇上的寿宴上，一定惊艳四座。鬼鬼祟祟的想做坏事，看我用摄像头录下来，看看你到底想干什么。听说了吗？太子殿下寻回来的那3个孩子，竟是一个乡野村妇所生。何止是村妇，我听闻那姜氏带着3个孩子，可是在土匪窝里长大的。太子殿下竟还要册封她为太子妃，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。国之储君，未来的国母，竟是这般出身。成何体统？那种地方教出来的孩子，怕是野性难寻，顽劣不堪。将来，看来李承锦就算有3个孩子，也不能完全得到这些大臣的支持。只要本殿让姜时远和3个孩子当众在父皇面前出丑，我看李承锦还怎么得意。太子殿下，准太子妃携皇孙、皇孙女到。不就是见家长吗？我紧张个啥？可我的公公可是古代活生生的皇帝啊！别紧张，有我在。李承锦，就算那3个小杂种是你的又如何？过了今天，他们就会变成别人的野种，而你只会是全天下的笑柄。皇上驾到！太后娘娘驾到！吾皇万岁！太后娘娘千岁！诸位爱卿免礼，今日是朕的寿宴，不必多礼。谢万岁！承锦，这3位可是我的3位皇孙，快上前来，让皇爷爷瞧瞧。这是什么东西呢？皇爷爷好，我是老大江友，这台是笔记本电脑，是我送给皇爷爷的礼物，用它可以看短剧哦。甚是有趣，好。那这又是什么呢？皇爷爷，我是老二江钱，这是钱钱送给皇爷爷的高定西装，保证皇爷爷穿上之后成为世界上最长的潮男。潮男是何物啊？朕从未听过。就是大帅哥的意思啊！皇爷爷，我是老3浇花，这是我为您做的生日蛋糕，吃了它，往后都是甜甜蜜蜜。好，我吃一口。甜。可是好吃也不能多吃，我之前多吃被娘亲打屁屁了。好。时愿这孩子把这3个孩子教育得甚好，个个聪明伶俐，不愧是我皇家的血脉。你们都看看，朕的乖孙们送的礼物，可比你们每年送的那些龙纹虎兽有心意多了。是啊，3位小殿下天资聪慧，可见准太子妃教导有方。这般钟灵毓秀的皇孙，实乃我大夏之福啊！明月，这3个孩子，你可愿让他们作为皇室未来的继承人，交给朕亲自来教养？只有将来的皇储才有资格让父皇亲自教导。父皇这是恨不得把江山都传给他们。不行，不能再等了。父皇，儿臣有要事禀告，这3个孩子并非皇室血脉，而是姜时愿和野男人所生。景阳，你可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景阳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国色乃是国之根基，岂容你在这胡言乱语？
父皇明鉴，儿臣人证物证俱在，才敢有此言论。本宫的密探绝对不会差错。不过石院丫头是未来国母，若今日这种小场面都处理不好，将来在后宫中难免吃亏。索性让她历练一番。这点小场面我搞得定。好，你想做什么都不用顾忌，就算把这金銮殿掀了，本殿也会替你兜着。陛下，我那孽女江时苑6年前未婚先孕，与野男人苟合，剩下这3个孽种，还诬陷是太子殿下的，罪臣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混淆天家血脉啊！姐姐，欺君罔上可是死罪，还不赶紧认错？陛下，草民原本与江时苑有婚约，正是因为发现他行为不检，草民才愤而退婚。如今眼见皇家血脉要被玷污，特意来揭发。哼，你们可有证据在手？欺君可是死罪。父皇，儿臣提议让李承景与这3个孩子滴血验亲。哼！李承景，只要坐实玷污皇室血脉，今天我就能让你彻底丢了这太子之位。太子为人正直，朕信他不会有如此险恶的用心。哼，李景阳，你自寻死路，便怪不得我这个做兄弟的。父皇，儿臣问心无愧，区区验血有何不敢？但这血，先请3弟一试。陛下，臣女不信3皇子准备的东西，我同意太子殿下的提议。3皇子试过后，若没有问题，我那3个孩子自然也可以滴血认亲。大胆！本王乃天家皇子，你怎敢让本王做这实验？3弟这是心虚了，不敢与本殿共同将这血滴入水中。景阳，去试。朕想看看你跟陈景的血是否相容。父皇，去试。3皇子，你与太子殿下的血也不相容，难道说你们不是亲兄弟？难怪3皇子死咬着太子殿下不放，原来你不是龙种啊！父皇明鉴，儿臣是您的亲生骨肉，你要相信儿臣啊！父皇，这水里被加入了清油，有水不溶，任何人将血滴入这水中都不可能相溶。哼，刚才要不是让你们兄弟先试，这盆脏水是不是要泼在程景身上了？你这个逆子，想污蔑太子，动摇国本！父皇，儿臣冤枉呀！是李承景和那个贱人冤枉我！陛下，臣女有证据证明，一切都是3皇子的筹谋。皇上，既然史院说有证据，不妨让他说说看。好，证据速速呈上。没想到吧？知识改变命运，科技创造奇迹。你们做的那些勾当，我可都拍得清清楚楚。太子妃容色艳丽，随便打扮都好看。一会儿皇上的宴会上，一定惊艳四座。怎么可能？这是什么妖术？3皇子殿下，奴婢已按照您的吩咐，将那些信放在了江时苑的床下，绝不会有人发现。
不，这怎么可能？父皇，这定是他妖法！急什么？我话还没说完呢。这封构陷我的信上有一股桂花香。江柔柔，我记得你的闺房里常年熏的都是这种桂花香料，这封信也是仿着我的字写的。我不是，我没有，都是他胡说的，快派人把他抓起来啊！信是你写的，三皇子派人送的，这谋害太子、构陷皇嗣的罪名，怎么算也安不到我江时苑的头上吧？三皇子，现在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要冤枉我们吗？你这个逆子，你为了太子之位构陷手足，谋害皇嗣，你眼里还有这吗？父皇饶命啊！儿臣错了，是江柔柔和宋玉，是他们出的主意。来人，将这个逆子给我拿下！即刻起，废除其皇子之位，贬为庶人，永世不得踏入京城半步。父皇，我是您的儿子，您不能这么对我！父皇，父皇饶命啊！父皇，父皇！母后，江家和您有些渊源，剩下的事交给您来处置。朕有些累了，朕想静静。父皇，李景阳毕竟是父皇的儿子，您此刻心里也一定不好受吧？江柔柔、宋玉、江有田，你们构陷王妃，陷害皇子，你们这是欺君罔上的大罪，打入天牢，听候发落。爹，我不想死，大娘可是救了太后，你去求求太后。大娘不是救了太后吗？你求求太后。太后，江有田，哀家看在时苑母亲的份上，对你们江家是爱屋及乌，但这不代表哀家能够容忍你们江家的恶行。现在，哀家就要替我的恩人和时苑出这口恶气。来人，把这几个人统统流放边疆。娘，我带着您的外孙还有女婿来看您了。岳母，我发誓，此生定不负江时苑。外婆放心，爹爹要是敢欺负娘亲，我们三个第一个不答应。对，罚他跪算盘，打他。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？没事，可能早上没吃东西，有点反胃。孩子们，我们回家。时苑，时苑，娘亲，娘亲。恭喜太子殿下，贺喜太子殿下！他到底怎么样了？太子妃娘娘并非生病，而是有喜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！太子妃为我李氏皇朝带来了第4个孩子，功不可没。来人，重重有赏。我们李氏皇族血脉单薄，多亏了时苑，让我们李氏王朝能够开枝散叶，香火鼎盛啊！父皇，皇祖母，时苑刚怀孕，你们别吓着她，让她多休息。好，好。时苑，我们要有第4个孩子了。你先休息吧，晚上我让人做你最爱吃的菜。好。唯一的机会。如果我回去了，那我的孩子们，还有程景，该怎么办？
这就是回去的时空通道，跳下去就能回家了。娘亲，你在这里看什么呀？黑乎乎的。没什么，娘亲在看井里的倒影。井边危险，走吧，带着孩子们去别处玩。程景，如果有一天我不见了，你会怎么样？不见了？你要去哪儿？本店可不允许你去任何本店不在的地方。我就是随便说说。江时远，你不会真的在想要抛夫弃子，脱离本店身边吧？宝贝们别哭了，听娘说，这世界上没有谁会永远陪着谁。你们先去找嬷嬷，爹爹有话要跟你们娘亲说。孩子们，跟嬷嬷走。走吧。江时远，告诉我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其实，我不是这个时代的江时远，我是从2000年以后穿越而来的江时远。难怪你有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，还说了这么多我听不懂的话。原来，你不是这个世界的人。3天后，9星连珠，这是我唯一能回去的机会。如果错过了，我就永远都回不去了。江时远，你真的舍得离开我和孩子们吗？能不能不走？你让我再想想。像我们这种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人，就别奢望有个什么家了。时远，不要走，别不要我。不要，江时远！我不回去，我在这里已经有家人了，我不能抛弃他们。李长景，孩子们，我不走了，我要留在这里，永远跟你们在一起。